世界上最伟大的骗子吗？他前前后后骗了1000多人，被骗的人却排着长队感谢他。他伪造身份，混迹于各个行业，甚至走上了人生巅峰。这就是骗子的最高境界吗？二战时期，美国有个叫德马拉的逃兵，为了躲避抓捕，他用各种假身份逃窜。先是跑到一所名校，从一名学生做起，一路爬到了老师的位置，又不满职位的安排，一怒之下偷了院长的身份证明跑路了。不久，逃兵身份暴露，被判了18个月。出狱后，又弄巧成拙，混进了加拿大战地医院。完了，这回不会要露馅了吧？这场手术你来做，我……谁知在一场手术中，他索性直接用手把伤员身体里的子弹给抠出来了。这个伤兵过了2天，竟然活过来了。哪怕他连高中都没有毕业，他也借着伪装成了战场上受人爱戴的好医生。大学里被人尊敬的教授，监狱里表现优异的狱长，给墨西哥修大桥的工程师，照顾流浪小孩的福利院护工。他到底是骗子还是天才啊？直到20年后才被人发现，后来被德法拉骗过的人把他的经历拍成了电影，他也被誉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骗子。你觉得他算伟大的骗子吗？为什么不点赞？救1个人还是救5个人重要？这是历史著名的10大思想实验之一——电车难题，至今没人能给出完美答案。假设有一辆失控的电车正往绑着5个人的轨道驶去，这时你只要搬动拉杆，就能让电车变道，救下这5个人。不幸的是，另一条轨道上也绑着1个人，你还会选择搬动拉杆吗？你成为了掌控他们生命的人，这是人性和道德的双重考验。大部分人选择了搬动拉杆，认为5条命肯定大于1条命，把伤害降到最低。可是生命是可以被比较的吗？设想假如没有另一个轨道，而电车上方的天桥有个胖子，若将他推下去，他的身体可以阻止电车前进，并挽救轨道上的5个人。你会把他推下去吗？现在再回想第一个电车难题，你会做什么选择呢？启动急救系统，准备出战仪1001、1002。全航单位报告目前情况，心脏机能正在努力恢复，心脏努力恢复中，各部门请住，我们共同抵抗这个难关。患者呼吸心跳恢复。你知道你的身体有多爱你吗？在你的一生中，心脏会任劳任怨，不间断跳动25亿次，就算受到最大的伤害，也能保持最微弱的跳动，维持最基础的生命体征。你在伤害自己身体时，比如长时间屏住呼吸、几天不睡觉、自己掐脖子等，这些做法都会诱发身体强大的保护本能，让你主动放弃这些行为。你记得我为什么发烧了？因为感染了病毒，病毒在40度活不长，放心交给我就好了。可是我在40度也活不长啊！今天你和病毒必须打一个！你天天疯狂熬夜，自我伤害，吃垃圾食品，但依然能活蹦乱跳，是他们拼尽全力替你挡住了一切。哎呀，这人又是干啥的？赶紧修复一下！就是你，不按时吃饭，经常暴饮暴食，别人都维持996，我是24小时加班，你就不怕我罢工吗？每个器官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如果摘除皮肤，你的生命只剩30秒；摘除气管，你会无法呼吸，生命只剩3分钟；摘除肝脏，相当于喝下一瓶慢性毒药，你的生命只剩2天。亲爱的所有器官和细胞们，你们辛苦了！每个器官最爱的食物在这儿，你为什么不点赞？危险！你体验过聋哑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吗？你以为聋哑人的世界是一片寂静吗？其实不是，他们的世界不是静音的，维基多了模糊不清、无声的声音。现在把你的手机声音调到1格，捂住耳朵，打个哈欠，听这段声音。你所听到的就是还原80%的聋哑人的世界哦。盲人世界也不是一片黑暗，你可以在双眼睁开时用手掌遮住其中一只眼睛，被盖住的眼睛感受到的就是盲人的世界。你尝试了吗？为什么不点赞？你敢信？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骗子盯上了，是不是骗子的第一目标？一看你的头像便知。把头像都仔细筛选一遍啊！缅甸诈骗老板竟然也叫员工用头像来识别目标群体，还在用这些图片做头像的，千万要注意了！警方在捣毁诈骗窝点时，发现了骗子的笔记，上面写着诈骗的目标要找年龄大的，比如用山水画、风景画当头像的一类，一看就很有实力，年龄一般在40左右，有一定经济实力，属于优质客户。用花草类的头像，父母长辈最爱用，一般低调又稳重，属于上等客户。用小孩当头像的，一般都是软肋。
这次目标不是钱，是他们家孩子。老大，这个人用豪车豪宅当头像，这个人虚荣心强，多给点甜头能拿下。用自拍当头像的，一般自信且自恋，但内心坦诚，耗费点时间就能搞定。用动物当头像的，往往内心渴望被关爱和保护，用点爱就能感化他。那我这种头像的呢？哼，你这种动漫或卡通的头像，我们都懒得骗。通常这类人是多还穷，主角单闪的头像很好用，赶紧点赞收藏。你们有什么头像？为什么不点赞？只有1%的人能解决的逻辑难题，你能成功吗？一个疯狂的独裁者将100名绿色眼睛的逻辑学家囚禁在一个岛上，他们没办法逃离，但有一个规则，在晚上任何囚犯都可以请求警卫放他走，如果他有绿眼睛就会被释放，如果没有就会被扔进火山口。实际上这100个人都有绿眼睛，但他们从出生起就住在岛上，岛上没有任何反光物体，他们之间也不能相互交流，因此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眼睛是什么颜色。尽管每天早上点人数时可以看到其他人的眼睛颜色，也仍然没有十足的把握确定自己的眼睛就是绿色，因为没有人敢尝试离开。此时独裁者允许你上岛访问，不过他也提出了要求，你只能发表一个声明，并且不能给他们新的信息，只能说一句话，他不能激怒独裁者。怎么才能帮他们脱困呢？你考虑了很久，站在高塔上说，你们当中至少有1个人有绿眼睛。说完之后，你就离开了岛屿。但是在你离开后的第100天，所有逻辑学家都成功逃脱了。聪明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糟了，我好像被人跟踪了。没在这栋楼见过他。不好，他给我按电梯。王叔叔，你吓我一跳。小二郎，最近晚上少出门啊？为什么？楼上一家的小孩在咱们楼里被陌生人带走了，现在还没找到。什么？你可小心点啊！今天尾随我上电梯的人，应该就是王叔叔说的那个人。他一路尾随我到楼下，和我一起进了电梯，却不按楼层，袖子上有小孩对颜料的手抓过的痕迹。开门！警察走访调查。有什么事吗？我们从监控发现，刚才你跟嫌疑人经过同一部电梯，你有没有看清他的长相？他不是警察，警察不会带人出警，走访调查时也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。我不记得和谁一起进了电梯了，他就是我在电梯里碰到的嫌疑人。来确定我有没有看清他的长相，报警！你相信真的有未来人的存在吗？一个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强预言家，预言准确率高达100%的人。2019年12月15日，一个网名叫国分岭的日本人突然在网络上出现，自称出生于2034年，于2058年使用时空装置来到了2019年。我还说自己是100年前穿越来的呢。我预测明天太阳会从东边升起，西边落下。我的预言没这么简单哦。我曾经成功预知东京奥运会会延期举行，还准确预测了日本在东京奥运会拿到了27枚金牌。2019年读卖巨人队夺冠，2020年日经指数暴跌，同年9月安倍辞职，继任者也被我成功预测。嘿哈，现在信了吧？说不定是概率问题，或者你使用了什么网络手段。面对越来越多的预言被一一应验，人们纷纷提出了更多疑问。口罩什么时候可以摘掉？2024年9月。iPhone 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厚度只有2毫米，跟银行卡一样薄。未来哪个国家经济实力最强？2058年，中国 GDP 会超越美国，成为世界第一。就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时，他发文称自己会于2021年9月28日离开，而随后他的账号便停止了更新。未来的事根本无法验证，这也不能证明有未来人的存在。如果碰到来自未来的人，你又会问他什么问题呢？什么样的生物既是活的又是死的呢？当然是物理界4大神兽之首薛定谔的猫。一只猫难倒了众多天才，更是数不清的物理学家至今无法解释的悖论。它是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，将一只猫放到一个封闭的箱子里，箱子里有放射性元素，有50%的概率可能发生衰变，并释放毒气，猫会被毒死。而如果没有发生衰变，猫就会存活下来。那1个小时后，猫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呢？
想知道猫最终的结果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开箱子查看。但薛定谔认为，如果我们不打开箱子，猫就存在2种可能，一种是死亡，另一种是活着。但如果打开了箱子，猫的状态就只存在1种可能。可是无论如何，猫的最终状态只能有1个呀。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，箱子处于关闭状态，那猫就一直处于死和活2种状态之间，也就是叠加态。不仅仅是猫，所有的一切，当我们不去观察的时候，都是处于不确定的叠加状态。那是不是我在打开试卷之前，我的成绩有2种结果，及格或者不及格？但如果打开了，我的成绩就只有1个结果了，就像这个碗柜里的碗一样，柜子一打开就只有1种结果。所以在没打开箱子之前，这只猫到底是处于什么状态呢？